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丁禹兮再度清售出圈，为司公令速刑，2个月售出顶级破碎感。你们看到昨天热搜了吗？就那个丁禹兮又瘦了，点进去我直接一个瞳孔地震。真的不夸张，就5月25号那天，他司公令上班的路透图一出来，我手机差点被推送炸了。对比一下3月份开机那会儿的照片，好家伙，脸颊上那点肉全没了，下颌线锋利的我怀疑能当场切菜。但你说怪不怪？整个人清瘦是清瘦，可半点不显憔悴，反而那种古装剧里最杀我的清冷破碎感，嗷一下就上来了。评论区简直疯了，全在喊这才是演员的职业素养。顿号，赵癌本癌从书里走出来了。句号，这波操作属实是路透及圈粉，预约量据说蹭蹭往上涨。说到司公令，这剧来头不小，腾讯的 S 加古装大饼。丁禹兮演的那个二皇子赵癌，设定旧代感，是从南邵当质子回来的，身上背着秘密，表面看着温润如玉的贵公子，内里搞权谋玩深沉。听说还有大把雪地里受虐的美强惨戏份。为了贴这个清瘦贵公子的人设，他好像从开机就在严格控重，这才2个月吧，就默默瘦出了那种特别精致的骨感。有粉丝在超话里一边心疼哥哥把脸颊肉还给我，逗号，一边又忍不住舔屏，但这颜值我先跪未敬，笑死，人间真实。而且他这个瘦跟那种饿出来的干瘪完全不一样。我看好多路透，特别是那组出圈的雪中白衣高马尾造型，肩线是利落的，身形特别挺拔，披个白披风往雪里一站，嚯，那氛围感直接封神了，属于是。就那种易碎又坚韧的劲儿，拿捏得死死的。难怪有博主说，这路透一出，司公令的预约人数嗖嗖的就破了13万，微指数听说都冲到3073万了。这影响力比多少营销通稿都管用。现在好多流量，戏里戏外离不开滤镜和100万修图师。丁禹兮这回倒是反着来，为了角色素颜出镜，主动减重，一点不搞那种制造焦虑的套路，纯粹就是为了角色服务。这态度在现在这个环境里真的挺少见的。想想他以前传闻中的陈芊芊里是霸总韩硕，运色过浓里是医生周时运，每次角色都不一样，从来没把自己框死在某个帅哥模板里。这次为了赵癌暴瘦，不仅没掉粉，反而圈了一波事业粉。网友说的挺对，有这张脸还肯这么拼，活该他红啊。对了，这剧的搭档是宋祖儿，他俩在片场的互动花絮也填上过好几次热搜。我记得有个视频，丁禹兮穿着蓝色官袍，一把拎起穿着粉裙子的宋祖就走，那个体型差和宠溺感，屏幕都快装不下了。还有在油菜花田里撑伞的路透，2个人笑得好开心， CP 感直接拉满。这种戏里是背负沉重的皇子，戏外和女主角有甜甜火花的反差，更让人期待剧里的化学反应了。除了雪中仙子造型，我还看到过他战损妆的路透，脸上带着伤，衣服也破破烂烂的，但那个眼神里的倔强和狠劲反而更带感了。有网友调侃说，丁禹兮真是战损的神，好像他特别适合这种带点伤痕和破碎感的角色，能把那种脆弱和强大矛盾的融合在一起。说起来，司公令这故事好像也挺复杂，融合了南宋的美食文化，还有悬疑探案和宫廷权谋。丁禹兮演的赵癌，据说还是个双面人，有温润隐士的一面，也有腹黑皇子的一面。和宋祖儿演的小厨娘搭档，一个沉稳克制，一个机灵跳脱，这人物关系想想就火花四溅。
现在光靠丁禹兮为角色瘦出来的这股子破碎感造型，就已经把观众的期待值调得老高了。我翻评论的时候，看到一种说法挺有意思，有人说丁禹兮这次出圈，恰恰说明观众苦夹久矣，大家看腻了千篇一律的滤镜磨皮，看腻了不管什么角色都保持完美偶像状态的表演。突然来一个愿意为角色毁容式改变，用最直观的外形贴近人物的演员，那种震撼和幸福感是加倍的。这比发多少篇敬业通稿都有说服力。当然啦，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会担心演员这样为了角色快速增重减重，对身体是不是损耗太大了？会不会助长一种以瘦为美，以破碎为高级的单一审美？毕竟角色的塑造，外形只是一部分，最终还得看演技能不能立住。丁禹兮这次的瘦之所以被夸，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和角色特质是强关联的，是有效塑形。如果只是为了瘦而瘦，或者所有古装男主都开始追求这种破碎感，那可能就又变味了。不过话说回来，内娱好像很久没有因为一个演员为角色改变外形而引起这么大范围的讨论和肯定了。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的都是某某明星生图状态好，某某造型封神，讨论焦点都在皮箱上。丁禹兮这事儿，意外的让演员的敬业这个有点老生常谈的话题，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的中心。大家讨论的不仅仅是他瘦了帅了，更多的是他为什么瘦，瘦了之后对角色意味着什么。我还在一个论坛看到有人扒细节，说丁禹兮之前为了另一个角色也特意减重过，好像一直有在默默为不同的戏调整状态。只是这次司公令的关注度太高，路透传播太广，才让这个过程被放大看见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厚积薄发，平时下的功夫总会在某个时刻被看到。现在剧还没播，光靠路透和演员的状态就已经攒足了话题和期待。平台那超过13万的预约人数就是证明。观众等着看丁禹兮怎么用演技把赵癌这个复杂角色的魂给立起来。毕竟外形是敲门砖，能让人走进故事，但真正留住观众的，还得是角色本身的魅力和演员的演绎。所以你看，一个演员为角色做的努力，观众是看得见的。有时候甚至不需要他自己说什么，变化就摆在哪儿。这种用行动代替宣言的方式，在这个喧嚣的圈子里，反而显得格外有力量。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了，如果以后古装剧选角都开始把能为角色暴瘦当成一个隐形加分项，那这对演员行业来说，到底是一种正向的鞭策，还是一种新的、更隐蔽的内卷呢？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